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家庭罐头制作常用到的有哪一些器材和用具。制作总共有2种方法，一种方法呢是一个高压法，另外一种呢是水浴法。高压法名副其实，就是用高压锅来制作的一个罐头。然后水浴法呢，就是把整个装满食物的玻璃瓶放到锅里，然后把瓶子放入以后，水一定要没过这个瓶子的，叫做水浴法。那顾名思义，高压罐头肯定是需要高压锅来制作了。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的话呢，就是有2种比较常见的，市场上比较常见的2个不同的品牌的一个高压锅。这种呢是比较大众化的，价格比较亲民的一个 Presto 这个牌子的一个名字。您可以在网络上自行搜索，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高压锅。它是23夸脱的一个大的这样一个高压锅。那我们现在来打开看一看，到底它里面都有一些什么配件。首先的话就是高压锅盖啦，高压锅盖它里面是附带有一根这样子的环，这个橡胶环，还有一个高压调节器、气压调节器，那就是这个高压锅本身的这样子，好大的一个23夸脱，然后还有一个这样子的托盘。当您在制作罐头的时候，不可以直接把玻璃瓶放入锅里，你要有一些东西，有这样的一个托盘，或者放一条毛巾在底部，这样避免瓶子和锅底直接接触。因为在制作的过程中，水开的过程啊，那个玻璃瓶和高压锅呢会发生碰撞这个情况，然后的话玻璃瓶就很容易就震碎了。好，这是其中的一个高压锅。这高压锅呢其实挺简单的哈。然后另外一个忘记说了，就是一个压力的高压表，就是您在的不同的地区的话呢，所需要的压力是不一样的。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上网络上面查找一下。在我这个地区呢是海拔100多 foot 的一个高度，那我这里所需要到的这个压力来制作罐头的话，就是在10磅的这一个位置，在这用这个高压锅做的话。好，那我们现在放起来，给您展示另外一款压力锅。好，那现在呢是第2种的高压锅，这个品牌的名字叫 All American， 里面有一个使用的说明书，然后这个是托盘。然后这个是非常厚的大的盖子，大家看到吗？跟刚刚的 Presto 的那一个品牌是不一样的。哇，这个好重！在高压锅取出以后，里面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托盘。这个托盘黑黑的呢，就是主要是因为使用过以后，它有一些那个水渍，就变成黑色了，原来是白色的。然后这个锅的大小呢，跟刚刚那一个也是一样的，23夸脱。那这个高压锅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盖子啊，它是用手工来盖住，然后要拧紧的旁边这些
手柄，你可以把锅放进去以后拧紧。那这个锅呢，就我在2020年的时候，疫情初期的时候购买的，那个时候真的是一锅难求。我在网上预定了大概2个月才能到货，而且呢价格不便宜。这个23克托的我付了370几美金，这个高压锅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品牌了。如果您是新手的话呢，我建议您是先买一个比较便宜的、容易操作的这个锅，就刚才那个 Presto 那个就可以了。其实，那我刚刚提到的一个水浴法呢，我们就需要一个这样子的锅就可以了。给你展示一下，它是带有一个这样的架子的，方便您把罐头放进去，还有取出来。好，介绍完要使用到的锅具去制作罐头以后啊，可能你会有一个疑问，那要怎样知道哪一种食物是用哪一种方法来制作呢？简单的话呢，可以分为2大类。第一类呢，就是高酸的食物，像各类的果酱、啫喱，还有水果、糖水、糖浆、barbecue 酱，还有果汁啊、披萨酱呀、番茄酱呀，这些都是可以用水浴法的。那低酸的食物大概有就是豆角呀、四季豆呀、胡萝卜、甜菜根，还有那种青甜豆。反正除了番茄这一类的食物以外，如果你要制作成罐头，都是属于低酸的食物。那还有一些海鲜类、肉类、禽类，还有各种汤类的，我们都需要用到一个高压的罐头法来制作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2本书，那就你也可以在网上查到的资料。那我把它买成一个食物的一个书，那就是美国农业部出版的这一。另外一本呢，就是这一本啦，也是在亚马逊上可以买得到的。它里面还包括了有400多个食谱的关于罐头的一个食谱的一个制作，还有所需要的时间呀的这个食谱，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这2本书。然后呢，我们所需要的当然是玻璃罐啦。我这里需要到的是梅森瓶，这些是梅森瓶，它有几种不同的尺寸。这个就是32盎司的一个瓶子，这个是16盎司的一个瓶子。大家看啊，它瓶口的话也是大小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属于大口的一个瓶子，16盎司的。这是一个小口的16盎司的一个瓶子。当你买新的瓶子的时候，它都是带有瓶盖环，还有那个瓶盖的，就是一套的这样子。但是呢，那个瓶盖呢，你只能是一次性使用，瓶盖环可以循环的使用。那还有这种小的啫喱瓶，多少盎司我忘记了。还有这样一个尺寸，就是8盎司的，对，6盎司的这一个啫喱瓶。总之，你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购了。如果您决定今年夏天要制作罐头的话呢，要趁早把这些所需要的用具、瓶子、瓶盖都买好，因为最近2年真的市场上真的非常的紧张，通常呢是一瓶难求哦。去年在沃尔玛上长期都是空荡荡的，那个架子上你根本买不到。那
那大家说，哎，那我不想买那么贵的用具，那还可以在哪里买得到呢？我平时去逛车库销售的时候，我就会把我注意力放到这些我需要到的一个用品和用具上，看它有没有人不用了，它要低价出售。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买到非常低价的梅森瓶或者高压锅呀，或者一个这种水浴法的这个大锅呀，都很便宜，便宜到你都不会相信。或者有时候我在脸书上也有人在广告卖这些厨房的用具，也是便宜不少的。一般的话我瓶盖的话我买够大概2年所需要用到的量。忘记介绍了，这一个漏斗的一定是要有的，有时候装东西进瓶子的时候要有一个漏斗才会比较方便，而且还有一个这样的夹子，就是当瓶子是热的时候，你要把它转移到锅里或者从锅里取出来，你都要一个这样子的夹子。以上的这些罐头制作的这些基础的器材用具和制作方法呢，大家都可以上美国农业部的网站上面去自行的查询，我会把链接都放在底部的说明栏，大家可以点击那个链接去查看一下。好的，今天的罐头的一些基础的所需要的材料呢，器材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兴趣制作罐头的话呢，有什么疑问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哦。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咯，拜拜。